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赵丽颖热搜连挂却气定神闲，网友：她越被黑越有大女主气场。赵丽颖面对黑热搜的从容姿态，像台风前的平静海面，用潇洒自在的旅行照和幽默调侃回应攻击，展现出不惧风浪的坚韧与淡然。她的气场如星辰耀眼，用实际行动证明，阴风吹不散心中的太阳。赵丽颖是个能让人觉得，哎呀，这姑娘真的是会玩啊！总说娱乐圈云山雾罩，阴晴不定的，不知道下一秒会被翻出个啥新闻，是被爆料，还是被微博热搜秒杀，各种花样层出不穷，气氛像坐过山车。可这次，偏偏是她遇上了一场黑热搜狂潮，很多人还以为她会慌张，会躲避，会露出些许无奈。但是不，赵丽颖偏偏就像台风来临之前那片平静的海面，波澜不惊，气场全开，让所有人都看呆了。你说她怎么做到的？不开挂是不可能的。明明是被放在风口浪尖，被无端指责，多少人都是选择辩解、发声，甚至威胁要还回去的绝招。但她没有，因为她太懂这个圈子了。圈子里的套路太深，风云变幻不知几秒钟，你越是跟着起伏，越是焦急不安，反而会被撕得更厉害。赵丽颖不一样，她偏偏选择用我就是这么逍遥自在的姿态，告诉所有人，你们的黑料，你的攻击，我一个都不在意。你别以为她就真没事，她的旅行照一晒出，好家伙，那个状态像极了一幅画，潇洒自在，仿佛天地间除了她就没别人。炫耀的不是奢侈，而是一种心境的平和。有人会说，哎呀，反正是明星，晒个旅游照能代表啥？但我看那才是真本事，在乱世中还能拿出一份淡定，这份气场比什么都厉害。草帽、阳光、宽宽的笑脸，仿佛就是在告诉那些乐于黑料的人，你们的用心良苦，扰乱不了我心里的那份宁静。有个自拍特别火，他戴着个草帽，蹲在路边逗猫，背后是斑驳的砖墙，这是工作日常，还是放空闲逛生活？没人说得准，可关键在于他配的文字：今日份打工，云养流浪总监。哎呦喂，笑死我了！这不仅是一句调侃，更是一种态度。我就是如此平淡中带点调皮，谁爱黑我，我就用一颗笑脸来回应你。有些明星可能会在这种时候急着出来澄清、抱怨，偏偏他不动声色，把自己的一片闲云野鹤展现得淋漓尽致。你会发现，真正厉害的人，从来不是越复杂越焦虑，而是在乱世中学会了龟缩，再用一怀淡然，把那些锋刀双剑变成风轻云淡的背景。赵丽颖就是这样，不动声色，笑着迎接一波又一波的黑浪。被骂假装低调装无所谓，她反倒是越战越勇，转头就开始更新动态，吃东西、美照、旅行点滴，好像那些天上的乌云永远挡不住她心中的晴空。还有人说，她是不是已经习惯了，被黑怎么都能淡定？其实不对，人不可能完全免疫黑暗的攻击，但能在黑暗中还自我放光，还能用笑容去点亮身边每一个角落，那才是真正的智者。赵丽颖用行动告诉我，别怕风浪，咱们不动声色，迎着风继续飞。她的气场是那种穿越黑夜的星辰，耀眼又迷人，像个底气十足的女战士，什么流言蜚语，什么套路陷阱，都挡不住她这份傲然不动的坚韧。其实看着她，我特别想说一句，明星也是人，也会有低潮，会有不开心的时候，但他用自己的方式，样样都很潇洒，像极了那些在闹市中悠然漫步的行者。没有大张旗鼓的辩解，没有惊天动地的喧嚣，就靠一份坦然和气场，把那些黑料冲得一干二净。网友们都说，真是看呆了。没错，就是被他的那份自信和从容打动。这次赵丽颖冷静应对黑热搜，心里那份我自有定数的底气，
简直像铠甲般坚不可摧。他用实际行动告诉所有黑粉，你们的阴风再厉害，也吹不走我心里的太阳。娱乐圈风云变幻，但像他这样用心去演戏，用心去生活，用心去面对所有的黑暗，才是我们最应该学的那课。赵丽颖近期频繁登上热搜，一边是争议不断，一边是高光时刻交替上演。或许有人会质疑，这样被黑、被质疑、被过度解读的舆论环境，是否会对她的心态产生影响？但从赵丽颖近段时间的表现来看，她非但没有被裹挟其中，反而展现出一种愈挫愈勇的气场，那种无言就是态度的大女主姿态，令无数网友拍手称赞。热搜上的赵丽颖不再是那个年少青涩、被动接受评价的女孩，现在的她在风口浪尖中不慌不忙，面对赞誉不张扬，遭遇诋毁亦不自辩。酱园弄的风波、演技的争议、形成造型的不同解读，这些看似负面的言论，却一一被她用沉默与实际行动化解。在她晒出旅行照时，人们看到的不是逃避，而是一种内心的自由与坦然。在她接连释出工作室美照时，人们也读懂了她始终坚持的那份专业。她越被黑，越有气场。这句话不是一句粉丝的溢美之词，而是网友们在观察她面对质疑时真实发出的感叹。赵丽颖的应对方式并不复杂，她没有公开发声，没有澄清任何负面传闻，但她选择了用稳定的作品节奏和不断进化的状态告诉大家，她不靠回应舆论而活，而是靠实力立足于圈内。其实，在娱乐圈这个充满浮躁与快速更替的舞台上，太多明星为了博眼球不惜借争议炒作，但赵丽颖显然不是这样的人。她从出道至今，几乎很少有过负面新闻主动营销，哪怕处于热议中心，也不试图放大对立情绪。她像一块石子，沉在水底，不争不抢，但却永远在悄悄发光。即便风浪袭来，她依旧安静如初，任潮水怎样汹冲，她都不被动摇半分。赵丽颖的气场来自于她在一次次作品与角色中的沉淀。知否知否里的明兰让她奠定国剧中间的地位，风吹半夏则让人看到她驾驭现实题材的深度演技。如今进入酱园弄这样一部重量级电影，虽然舆论褒贬不一，但她选择静水流深的方式去面对。当演技被质疑时，她不争辩，只用新角色继续前行。当剪戏份的消息疯传，她却依然出现在宣传照中，仿佛告诉所有人，你们争论的是话题，而我关心的是角色本身。双引号，大女主不是嘴上说说的标签，而是一种气质的积淀，是面对无常时的从容，是身处漩涡中依然坚定自己的方向。赵丽颖的从容是一种历经风雨后的通透，她不必用语言反驳那些言语上的误读，因为她深知真正的回应是时间给出的答案。正如网友所说，她不回应是因为她根本不屑回应。双引号，这份气场也从她的一举一动中自然流露。不管是纽约街头随性亮相的粉发造型，还是高定华服亮相活动现场的惊艳瞬间，她都以一种游刃有余的状态展现出内外兼修的自信。而这种飒不是外在造型塑造的，而是岁月雕琢出的风骨。她已经不需要在意别人怎么看她，因为她已经成为那个可以自由选择表达方式的赵丽颖。当然，争议从来不会停止。当一个人走得越来越高，关注度自然随之而来，质疑与审视也是无法避免的代价。但关键在于你如何面对它。赵丽颖选择了沉默、淡定、不争，她没有想取悦所有人，而是坚定地走自己的路。这种气质其实才是许多艺人难以企及的高阶。她的状态也让许多粉丝感到欣慰。在当今娱乐圈，艺人频繁陷入公关危机，情绪管理几乎成为艺人必修课的背景下，赵丽颖的稳显得格外稀有与难得。她的稳定是让粉丝放心的靠山，她的坚持
是粉丝愿意陪伴的底气。或许正因为此，哪怕经历再多的非议，粉丝们依旧会坚定地支持他，因为他们相信他永远不会被这些喧嚣击倒。我们也许无法控制外界的声音，但我们可以选择信任一个始终如一、不断成长的赵丽颖。她的每一次沉默都比千言万语更有力，她的每一次亮相都是对美好与专业的再次诠释。作为观众，我们有权评判一个演员的表现，但我们更应看到在光鲜背后那份努力，那份冷静，那份不被情绪带偏的沉稳态度。赵丽颖正在用行动诠释一个演员最本真的样子，不是热搜挂名的次数，不是流量高低的波动，而是即使舆论不公，也能守住初心，静待花开。她并非天生强大，而是在每一次被误解、被指责、被低估中，依旧选择不失控、不妥协、不迎合。最后也想借赵丽颖的这段经历，对每一个正在为梦想努力的你说一句：别怕质疑，别怕议论，真正的力量从来不是靠回应赢得的，而是靠沉默中的坚持，现实中的努力。人生或许也会像赵丽颖的星途一样，有坎坷，有风波，有被误解的时刻，但只要你相信自己，坚定脚步，总有一天，你也会如她一样，被世界看到你真正的光芒。赵丽颖用她的经历告诉我们，在这个浮躁的时代，稳住、沉住，活出自我，是最动人的姿态。愿她继续以静制动，行稳致远，也愿我们都能在生活的热搜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定力与答案。王一博又来了，红孩儿造型霸屏 CCTV6， 帅得太显眼。王一博带着《大话西游3》的红发天选显眼包红孩儿亮相 CCTV6， 红发飞扬，酷劲十足，再次展现他百变星君的魅力。从红孩儿到无名的叶先生，他总能精准拿捏角色，用实力证明自己不仅是流量明星，更是演技派演员。王一博这哥们儿简直就是娱乐圈的劳模，又双若着上 CCTV6 啦。这回他可不是去打酱油的，而是带着《大话西游3》里的红发天选显眼包角色，12点55分准时在 CCTV6 电影频道和大家见面。我这心里头那叫一个激动啊！说到王一博在《大话西游3》里的红孩儿，我这得好好夸夸，这造型，这气质，简直就是天选显眼包本包啊！红发飞扬，眼神里透着一股子不羁和酷劲儿，仿佛在说：我就是最靓的仔，谁与争锋？我第一次看到这个造型的时候，那叫一个惊艳，这可把我给迷住了。我心想：哇塞，这造型太酷啦！王一博怎么什么造型都能拿捏得死死的？双引号，王一博这哥们儿简直就是个百变星君。在《大话西游3》里，他是那个红发飘逸的红孩儿，酷炫又拉风。到了无名里，他又摇身一变成了沉稳内敛的叶先生，把那种复杂的人物性格演绎得淋漓尽致。这造型切换自如，角色拿捏得死死的，让我不得不佩服他的演技和可塑性。我每次看他演的角色，都能感受到他不一样的魅力，真的是太厉害了。说到追星，我这可得好好说说。我可是王一博的忠实粉丝，从红孩儿到叶先生，再到各种舞台造型，只要是王一博，就没有我追不上的。每次看到他的新作品，我都会第一时间去支持，还会和朋友们一起讨论他的表现。这不，看到王一博上 CCTV6， 我这心里头别提多高兴了，赶紧把这个消息分享给我的朋友们。王一博的显眼包魅力可不是吹的，无论是红孩儿的红发造型，还是无名里的西装革履，他都能轻松驾驭，展现出独特的魅力。这种魅力不仅体现在他的外貌上，更体现在他对角色的深刻理解和精湛的演技上。我每次看他演的角色，都能感受到他对角色的用心和努力。他用自己的努力和才华，证明了自己不仅仅是个流量明星，更是一个有实力的演员。王一博这次上 CCTV6， 带着他的红发天选显眼包角色，
再次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和魅力。无论是红孩儿的酷炫，还是叶先生的沉稳，他都能完美诠释。我这心里头那叫一个佩服。让我们一起期待他在大荧幕上的更多精彩表现吧。说不定哪天他又会给我们带来一个新的显眼包角色呢，哈哈。在众多荧幕形象中，王一博一向以百变著称，但这次他以红孩儿造型强势登上 CCTV6， 再度引发了全网热议。当屏幕中那抹张扬又炽热的红色闪现，许多观众瞬间认出是他，王一博又来了。不同于以往的冷峻、克制或是沉稳风格，这一次他用视觉冲击与气场爆发，演绎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红孩儿，既狂野又桀骜，帅得让人挪不开眼。这不是王一博第一次引发视觉风暴，但每一次亮相，他都能精准击中观众审美与情绪的高点。尤其是在 CCTV6 这样相对权威、风格稳重的平台，红孩儿造型的出镜显得格外惊艳与反差强烈。有人说这是破圈，有人说是挑衅惯常审美，但不可否认的是，王一博正在用自己的方式，将一个本土传统文化符号重新演绎并赋予潮流化的张力。他不只是穿上一套红孩儿的衣服，更是在用眼神、动作和肢体语言，把这个角色内在的叛逆与能量释放出来。从舞台表演、街舞、演戏，到如今逐步渗透传统文化元素，王一博的表现不再只是帅这么简单。他在试图用自己的表达方式重塑审美语境，他将时尚与传统、个性与经典融合，让每一次登场都不只是露脸，而是一次全新的视觉语言实验。而这次红孩儿的形象，正是一种极具先锋气息的创意突破。鲜红色调与火焰元素本身就具强烈情绪表达，再加上他清冽的外貌与自持的气质，让整个角色在他身上产生了张力，极具记忆点。这也恰好回应了粉丝们长期以来的热切期待。在王一博逐渐减少营业的这段时间里，粉丝们对他的每一次亮相都极为珍惜。尤其是在平台为主流、曝光有限的情况下，哪怕只是一组镜头，都能引发大范围关注。这不仅仅是对王一博本人的喜爱，更是他多年来在不同身份中累积的信任与口碑。当他再次出现，无需大张旗鼓，仅仅凭造型与状态就能点燃话题，足见他的影响力已超越常规流量范畴。而这次造型的走红，也再次佐证了一个事实：王一博从来不是混脸熟的明星，他是用作品与每一个镜头说话的人。这种不依赖炒作、不靠热搜频率堆砌出来的存在感，反而更牢固，也更令人信服。尤其是他近年来不断拓展事业边界，赛车、纪录片、时尚活动、综艺偶露面，再加上不定期的影视作品，每一部看似稀疏却精密，充满个人主导性。这种不张扬但持续发力的风格，使得他即使沉默，也依旧被人惦记和期待。再回到这次红孩儿的造型，其实它也许不仅仅是一次表演或者宣传，更像是一次隐秘的宣言。它表达了一种态度，哪怕是最传统的角色、最熟悉的元素，也可以被重新书写、重新定义。王一博用他的气质和诠释，让红孩儿不再只是《西游记》中的那个火爆小神童，而成为当代语境下个性张扬、不被定义的新青年象征。它不是复制传统，而是活化传统，让它在现代语境中拥有新的表达形式。有意思的是，在社交媒体上，这组造型曝光后，粉丝们纷纷展开二创热潮，有的 P 图，有的做动图、剪视频，甚至还有粉丝用数字绘画还原王一博红孩儿造型，用各自的方式守住这张帅图。这正是一个健康粉圈最可爱的样子，不是只围绕流量指标，而是对内容与人物本身的认同感。王一博也一如既往的低调，他没有对话题亲自回应，却用最直接的方式，作品说话。你无法忽视他的存在，但又常常难以捉摸他的下一步。这种若即若离的神秘感，
反而加深了观众与他之间的情感链接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从王一博的每一次在登场中读到了成长与蜕变。他已经不是那个只跳舞、只唱歌的年轻男孩，而是在多种角色中自由穿梭的成熟艺人。他懂得表达，更懂得克制。他可以热血，也可以沉静。他能在纪录片中徒步雨林，也能在 CCTV6 上化身红孩。这正是他独特的魅力所在，极端的对比在他身上却能统一呈现。对于很多一路追随他的观众来说，这次的惊喜更像是一种确认，他依旧是那个不断给人惊喜的王一博，依旧在不断打破自我设限的路上走得坚定又自信。而粉丝们的热情回应，则是一种彼此的回馈。他在成长，观众在陪伴，这种同步的关系，在如今内愉快节奏更新换代的环境中，实属珍贵。所以，与其说这次红孩儿造型是酷炫回归，不如说是一次文化实验的胜利，是一次主流平台与青年表达之间的完美对接。它不仅是视觉上的享受，更是一种态度的传达。传统不等于老气，酷炫不等于空洞，真正有内容、有表达的人，在哪个平台都能发光。最后，也想对每一位关注王一博、喜欢他的朋友们说一句：正因为你们的支持与理解，王一博才能有底气去选择自己的步调和风格。而这样的选择，值得被看见，也值得被尊重。愿我们不只是在追星，更是在欣赏一个独立个体的成长轨迹，并从中获得属于自己的能量与思考。王一博不是神秘，而是低调；不是缺席，而是蓄力。他一次次的证明，他的回来从不平凡。他是那个你以为淡出视野，实则蓄势待发的人。他走得比想象中远，也比想象中更稳健。让我们一起期待下一次他又会以怎样的姿态出现，又会带来怎样的惊喜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